What's the password? Psst, I see dead people. What's that on that beat? Go. Ay, monster on the beat, ho, Debo, any rap nigga, he a freak though. Man down, call like Amber Lambs, tell him breathe, bro. Nail a nigga to the cross, he walk around like Tizo. What's up with these jabroni ass niggas trying to see Compton? The industry can hate me, fuck them all and they mama. How many options you really got? I mean, it's too many options. I'm finna pass on this body, I'm John Stockton. Beat your ass and hide the Bible if God watching. Sometimes you gotta pop out and show niggas. Certified boogeyman, I'm the one that up to score with him. Walk him down whole time, I know he got some hoe in him. Pull on him, extort shit, bully the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猪分享。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贝普联名配色的利拉德9代。月初中签之后呢，穿了一段时间了，刚好可以给大家来一份新鲜出炉的测评。到手之后呢，其实没有给我物超所值的感觉。结合目前的价格来说，感觉性价比偏低，呈现出的做工质感也没有特别超群，实战表现也很一般。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喜欢9代的朋友呢，尽量是等迟点有更多的配色，等降价了再入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更全面的来了解一下这双贝普联名的利拉德9代。老规矩，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这双鞋的基本信息数据。Nobody pray for me. It been a day for me. Yeah, yeah. Hey, I remember syrup sandwiches and crime allowances. Finesse a nigga with some counterfeits, but now I'm counting this. Parmesan where my accountant lives. In fact, I'm down in this. You say with my boo babe tastes like Kool-Aid for the analyst. Girl, I can buy your Westy world with my base stuff. Ooh, that pussy good. Once you sit it on my taste buds, I get way too petty once you let me do the extras. Pull up on your block and break it down. We playing Tetris. AM to the PM, PM to the AM phone. Out your per diem, you just gotta hate them funk. If I quit your BM, I still rock Mercedes funk. If I quit this season, I still be the greatest funk. My left stroke just went viral. Right stroke put a baby in a spiral. Soprano C, we like to keep it on the high note. It's levels to it, you and I know. Bitch, be humble. Hold up, bitch, sit down. 还是按照惯例，我们由外而内的来剖析一下这双鞋。首先还是要称赞的一点，就是阿迪达斯的环保意识依旧是一体式的拉链加固鞋盒。以阿迪达斯的体量来说呢，累积起来可以减少非常多的封箱胶带的使用。我觉得国产品牌在这一点上是可以去学习的。特别是今年夏季，广东部分地区的气温已经达到60年来最高的水平，相信广东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今年实在是热得很夸张。这种极端气温与全球气候变暖息息相关，所以环保其实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了。聊完题外话，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这次利拉德9和贝普的联名呢，也是6年前继利拉德4之后的再度携手。贝普之于阿迪，就像 Undefeated 之于耐克一样，都是标志性的大迷彩元素。近些年印象深刻的迷彩配色球鞋，除了 Kobe One 的联名，就属当时利拉德4和贝普的联名了。巧合的是，两双鞋都是18年发售的，正值炒鞋的巅峰时期，价格当时也是炒得飞起。这次的鞋盒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整个鞋盒布满了黑灰色的迷彩，正面是一个大的黑红配色的利拉德 logo， 黑红也是贝普的经典配色之一，两次的联名中都保留了对这个配色的使用，然后就挤出阿迪达斯贝普的小 logo， 鞋盒非常的简单也很单薄。一开始看官方的图片呢是有附赠一对黑色的鞋带的，结果开箱之后呢却没有找到，岂有此理，竟敢戏弄本王！后来准备试鞋的时候呢，发现原来藏在鞋子里面了，这我才又把怒火压了下去。附赠的是一对黑色海绵材质的鞋带，更像是专门为实战准备的。因为这个原配的迷彩鞋带呢，非常的硬挺很难系紧，运动过程中很容易松开，所以附赠了一对黑色的鞋带呢，还是很实用的。鞋身上也添加一些利拉德个人的细节，前掌外底的内外侧有2串字母和数字，内侧是 DLJR03292018，对应的是利拉德出生于2018年3月29日的大儿子达米安·利拉德2世。外侧是 KL01212021，对应的是利拉德于2021年1月21日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和女儿。儿子名为 Kelly Emily 利拉德，女儿名为 Kelly Lahim 利拉德，而妻子的名字又是 Kayla Hanson。可见生下这对双胞胎确实是一段不易的旅程。所以利拉德和妻子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特意用上了和妈妈名字相同的首字母 KL， 就仿佛时刻提醒着他们与母亲有着永远无法割舍的紧密联系。这也是利拉德对家庭深厚感情的一种体现。另外的细节还有利拉德个人的座右铭，分别在左脚内侧的外底上刻有一句
Humility is the root of confidence， 意思就是谦逊是自信的根源。只有通过谦虚的认识自己，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帮助，不断提升，才能获得一种稳固且持久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建立在幻想或虚荣之上，而是源自对自己真实能力和潜力的了解。右脚则是 Arrogance is weakness disguised as strength， 意思是傲慢是伪装成力量的软弱。傲慢看似强大，但实际它反映了内心的虚弱和不安，属于虚张声势。真正的力量源于自知和接受不足，正好呼应了前面提到的谦逊。这种力量呢，不会依赖傲慢来掩盖自己的弱点，同时又谦逊的去学习，不断的进步。迷彩元素也是遍布了整双鞋，包括两侧人造革鞋面、鞋带还有鞋垫都是迷彩元素。鞋带孔周边包括鞋帮这一部分呢，用到的是类似防水布的材质，上面遍布了不规则且柔和的土黄色线条花纹。我挺喜欢整双鞋的金色元素，包括后跟的字母和背部的圆头 logo， 但是我觉得质感最好的还是鞋头外侧3道杠 logo， 凹陷部分的表面呢比较粗糙，同时又反着金光，就有点像真的金块的质感。内靴脚踝内侧的位置呢，也加了一个圆头的 logo 标签，外底中段是一个利拉德的黑色大 logo。鞋面的3道杠也是做了一个抽象化的处理，更像是3道爪痕。后跟有9个凸起的点，也是和9代相呼应。外观上我也不是厚古薄今啊，硬要我选的话，我觉得4代联名会更好看一些。起码背部标志性的鲨鱼牙齿元素是有的，整体也会比较亮眼一些。这双我觉得配色搭配弦线条设计过于复杂了，同时互相之间的搭配呢也不够和谐，找不到一个突出的重点。做工上也是比较一般的，甚至是我第一次在外底橡胶上都看到有溢胶的出现。我看鞋盒上写着工厂是在清远，按道理应该是没有那么拉才对的。总之一双时隔6年的重新联名呢，我以为是准备要重拳出击的，但从做工和质感来看的话，这拳还是比较绵软无力的，我个人是有点失望。首先说明一下，实战性能方面呢，是基于我手上这个配色做出的判断，因为其他的配色呢，可能有些材质不一样，或许会有些不同之处。抛开外观和球形光环的加成，就单论实战性能而言，在当下300-400档球鞋就能有一个很强性能的行情下，我觉得它就是一个3开左右的水平，优点屈指可数。稳定性算是最突出的一个，但这超强的稳定性呢，更像是一把双刃剑。中底刚性很足，防侧翻测试就可以看出，内侧完全不会有你麻花式的翘起，各种落地呢也是迅速回正，稳定落地。那能达到如此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宽大的前掌宽度。首先就是前掌最宽处的宽度呢，高达123毫米，比以前掌宽大著称的反52还要宽一丢丢。同时前后掌也都做了梯形外扩的增稳设计。透过半透明的生胶底也可以看到，中底的抗扭片用的还是常用的8字形抗扭片，而且这次的强度非常高，比以前我体验过的8字形抗扭片的强度都要明显更强一些。但其实从延伸至前掌这部分的 TPU 的粗细来判断的话，感觉有点不合理啊。结合我刚刚说的外底都有离析溢胶的现象，所以不排除是过量胶水粘合之后导致硬度增加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要强调做工和发明碳泵一体的其中一个原因。去除材料互相粘合的环节，就是为了让中底的脚感更加还原，更加自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认为侧面这一块延伸至后跟的大面积黑色 TPU 呢，是和中底材料一样的材质，甚至认为是一体成型的一个材料。但其实它是由另一种硬度更强的材料的额外补强。皮质鞋面强度本来就不错的情况下呢，再加上这一块，面对各种力度的测试呢，从形变程度上来看也是波澜不惊的。这一套组合拳也是让稳定性非常出色，但是双刃剑的另一刃呢也就浮现了。当这些强度全部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一般普通爱好者而言呢，整个前掌的刚性呢是有点过剩的，略微会有点板脚的感觉。搭配宽大扁平的前掌，落地的时候我感觉我好像长了一对脚蹼，真的很稳，同时也变得不太灵活，几乎成直角的后跟，加上前掌刚性强的同时又没有做幅度较大的上翘，整个较平整的外底设计和地面的互动也是比较差的。同时底线也非常平整，前掌没有外线鞋应该具备的中底向鞋头逐渐收薄的设计，就平整到连足弓部分都几乎是平的，因此足弓处的支撑感是完全没有的。因此两者的结合，让脚和鞋和地面的互动都不太好的情况下呢，整双鞋的动态表现真的是乏善可陈。别的鞋呢，你需要判断的是滚动感是一般呢还是优秀，这个鞋你不用判断了，因为它没有滚动感。当然，设计师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外侧的额外加固和内侧中底材料的上包上也做了一个缺口来引导弯折点，也真的起作用了。但可惜后跟还是会有轻微掉跟的现象出现。
不过没有大面积包边而且分边的后跟细节设计呢，对于后跟的落地流畅度呢还是有所提升的。V 型的鞋带孔领口设计也是从哈登7那里移植过来的，只要你想拉紧的话，可以直接拉到合起来，都不会像 U 型的鞋带孔一样会有前端鼓起来不太贴合美观的情况出现。而且一开始我乍一看呢，以为它是哈登7铜管的包裹配置，就是外壳加内靴的组合，但事实上呢，它的内靴呢只有后跟这一段，中段到前掌呢它是没有内靴的，只有鞋舌这一节网眼部和后跟的内衬相连接，然后两侧本来应该是内靴的部分都是镂空的，没有任何的填充，和脚接触的就只剩外壳了，所以跟哈登7复古舒适的包裹体验呢其实是有点差距的。可能是有为了透气性考虑的因素啊，鞋舌的网眼部材质还有两侧外壳接缝处的镂空，给了这双鞋喘息的机会，让它在厚实的外壳包覆下还能拥有一个不错的透气性。但缺点就是不够贴合，没有内衬的情况下呢，外壳只能提供很原始的包裹感。弯折时较硬质的皮质外壳也是各种折叠隆起，舒适度和动态下的贴合度都大幅下降。特别是鞋带无法调节的鞋头脚趾这一节，如果你的脚是偏瘦的话，大概率会在鞋内肆意的晃动，因为你是无法让它变得贴合的。整个偏硬质的外壳呢，就只能维持它自己固有的造型。好消息是，这次的鞋楦对于髋脚呢还是比较友好的，拇指内侧的部分呢也没有压迫感，脚背也不会压得很低，脚背略高一点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尝试的。但是极宽的脚型呢，我觉得可以可退换的渠道试穿一下再决定，毕竟两侧鞋面的宽容度呢还是比较低的。尺码我依旧是按照平常的李宁尺码来购买的，我觉得按照正常尺码购买就行，不用去刻意的调整尺码。中底材料用的是 Light Strike， 其实我觉得这个材料有点落后了，后跟缓震是有的，但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回弹感，脚感是平平无奇，前掌不算场地感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呢，也依旧是一个偏硬质的一种感受。好的一面呢，就是蹬地不会泄力，启动感受还算是不错，同时衰减也是出了名的快，一场球里面你穿久了都会感觉到中底的脚感逐渐的消失，然后穿了一回呢，中底的材料也是出现了很多折痕，感觉其他材料都没有那么夸张，说明材料的复原能力呢是比较差的。我觉得用 Jet Boost 完全秒杀这个材料，如果事前成本高的话，那上一期的 Bounce Pro 也比这个强啊，所以我对于坚持使用 Light Strike 是有点不理解的。鞋垫是有点偏向 Oso Light 材质的材料，存在感很低，但吸震效果显然还是不错的。加了鞋垫的话，回弹率马上就下降了14%。除了外观延续了近几年阿迪篮球鞋既复古又前卫的风格之外，重量也是延续了近几年面包化之后的重量，单支43码433克，这个重量放在现在呢，就真的是毫无优势了。这次的外底材质用的是生胶底，在材料学中，生通常意味着未经化学处理或少量处理，保持了较为原始的天然状态，所以生胶底用的就是更接近天然橡胶的材料，也是更加环保的材料。我上网查了一下，生胶的特性是抓地力好，这个确实所言不虚，抓地测试也是没有出现过打滑的现象，但同时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耐寒耐热性比较差，所以极寒极热的环境穿呢是会加快它的损耗的，同时也比较容易被染色。听起来像是比较娇贵的一种材料，这可能也是没有被广泛使用的原因之一。硬度数值还过得去，在60.5左右，耐磨方面呢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平。最后做下总结，这双利拉德9很难定位，如果缓震好一点，我会推荐给那些追求稳定性的力量型内线，但它的缓震不出色的同时呢，还衰减快，外线我觉得选它又没有优势，定位就比较尴尬。要是你喜欢在场上灵活的闪转腾挪，那你可能会觉得这双鞋跟不上你，它稳定的像是球鞋中的保姆车，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但是绝对没有跑车的速度感和操控感。首先低足弓扁平足是完全不建议入手的，因为几乎是没有足弓支撑的，同时受脚也不适合。力量比较好的可能跟这个前掌的力反馈能相得益彰，但多数的普通养生爱好者估计就觉得板脚。单论实战性能呢，确实在现今的球鞋市场中没有什么亮点和优势了。如果你很喜欢利拉德，想支持他买他的球鞋呢，我更推荐你买上一期的利拉德8 Extra。最后，希望我真实的穿着体验能帮到大家。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节目呢，记得点赞、投币加关注，感谢你们的收看与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